在所有天然食物里，牛奶一直被老百姓称作白色血液，是公认的平价滋补品。上到70、80岁的老人，下到刚断奶的孩子，几乎家家户户的冰箱里都少不了一盒盒牛奶。早一杯补营养，晚一杯助睡眠。在很多人眼里，喝牛奶是零门槛、全益处的养生事，只要喝了，就对身体好，喝得越多，补得越足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牛奶喝不对，不仅营养全浪费，还可能给肠胃、肾脏、血管添负担。很多人喝了几十年牛奶，其实都踩在了误区里，钱花了不少，身体没得到好处，反而埋下了健康隐患。今天我们结合3甲医院营养科医生的临床建议，搭配国内外权威机构的研究数据，把喝牛奶的好处、误区、选法、喝法一次性说透。看完这篇，你就知道牛奶到底该怎么喝才是真的养人。很多人觉得牛奶就是普通饮品，喝不喝差别不大，但纵观全球几十年的营养研究，长期坚持喝牛奶和几乎不喝的人，在骨骼、免疫、慢病风险上差距远比你想象的大。护骨骼、防骨折、降低老年卧床风险、骨骼健康是牛奶最核心、证据最充分的好处。柳叶刀刊发的全球大型营养研究，纳入了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的 13.6 万名成年人，随访时长接近10年。结果明确显示，每天摄入至少2份乳制品的人，相比每月喝不到1份的人，髋部骨折风险降低 34%， 全因死亡率下降 17%。 针对中国人群的研究数据更有参考意义。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对我国5万余名50岁以上中老年人开展了长达6年的跟踪调查，结果发现，坚持每天喝300毫升纯牛奶的老年人，腰椎骨密度比从不喝牛奶的人高 8.6%， 确诊骨质疏松的风险降低 29%， 发生脆性骨折的风险下降 31%。 为什么牛奶补钙效果这么突出？因为牛奶里的钙是天然乳钙，还自带酪蛋白磷酸肽、维生素 D、乳糖等补钙搭档，吸收率能达到 30% 以上，是普通钙片的2到3倍。喝进去的钙能真正沉积到骨头里，而不是穿肠而过。人到中年，骨量每年都在往下掉，尤其是更年期后的女性，骨量流失速度翻倍。每天1杯牛奶就是给骨头存钱，老了不容易弯腰驼背，摔一跤就骨折，晚年生活质量都能高一大截。补优质蛋白，强免疫，防肌肉流失。很多人只知道牛奶补钙，却忽略了它还是顶级的优质蛋白来源。英国医学杂志2023年刊发的一项队列研究，纳入了12万名40到79岁的受试者，随访时长超过20年。数据显示，每天保证摄入25到30克乳制品优质蛋白的中老年人，肌肉衰减综合征的发病风险降低 41%， 每年上呼吸道感染的发生次数减少 32%。 中科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群做过一项营养干预实验，让受试者每天补充300毫升纯牛奶，连续3个月后，检测发现受试者体内的免疫球蛋白 IgG 水平提升了 14.7%， T 淋巴细胞活性增强 11.2%， 简单说就是抵抗力明显变强了。换季降温的时候不容易感冒生病。牛奶里的蛋白质是完全蛋白质，氨基酸模式和人体几乎完全匹配，消化吸收率能达到 90% 以上，比很多肉类豆制品都好吸收。对于牙口不好、吃不动肉的老年人、胃口弱的孩子，还有术后恢复期的人，喝牛奶是最省事儿、最温和的补蛋白方式。蛋白足了，肌肉不松垮，免疫力在线，人自然更有精神，少生病，稳代谢，控体重，降低慢病发病风险。不少人觉得牛奶脂肪多，喝了会胖，会生血脂，这其实是天大的误解。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一项纳入8000多名成年人随访10年的研究发现，每天喝1杯全脂牛奶的人，比从不喝牛奶的人发生肥胖的风险低 20%， 2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降低 18%。 为什么喝牛奶反而不容易胖？因为全脂牛奶里的乳清蛋白、共轭亚油酸和钙能协同调节脂肪代谢，还能大幅提升饱腹感。喝1杯牛奶2-3个小时都不觉得饿，正餐自然就不会吃太多，反而能帮着控制体重。另外，
牛奶里的乳钙还能减少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，帮助调节血脂水平。欧洲心脏协会的研究也证实，每天适量喝全脂乳制品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，反而对血管有一定保护作用。全营养覆盖，兼顾肠胃、睡眠与基础营养。除了钙和蛋白，牛奶还是个微型营养库，里面含有维生素 A、B 族维生素、钾、磷、锌等10几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素，比例搭配天然合理，几乎不用身体费力转化就能直接吸收利用。比如牛奶里的 B 族维生素能帮助维护神经功能，缓解疲劳；钾元素能帮助稳定血压，保护血管；乳糖还能促进肠道有益菌增殖，调节肠道菌群平衡，对经常便秘、肠胃弱的人很友好。还有大家熟悉的色氨酸，虽然含量不高，但搭配牛奶里的钙和维生素 B6 能辅助调节情绪，放松神经，对睡眠浅、入睡难的人有一定的舒缓作用。中国营养学会明确推荐，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300到500毫升奶及奶制品，就能满足一天钙需求的1/3，优质蛋白需求的1/4，性价比高，几乎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。牛奶是好东西，但前提是喝对了。临床上我们见过太多人喝了几十年牛奶，方法全错，不仅没补到营养，反而喝出了肠胃问题、肾脏负担，甚至影响药效。这4个最常见的误区，很多人天天都在犯。误区1，把牛奶当水喝，喝得越多越补。不少人觉得牛奶是好东西，多喝总没错，一天喝2-3升，把牛奶当白开水喝，这种做法恰恰是最伤身体的。错在哪里？首先，过量饮用会加重肾脏负担。牛奶里的蛋白质需要通过肾脏代谢，健康人偶尔多喝一点没事儿，但长期大量喝，肾脏一直处于高负荷状态，尤其是肾功能本身就偏弱的中老年人，很容易加速肾脏损伤。其次，钙摄入过量会增加结石风险。人体每天能吸收利用的钙是有限的，喝进去的钙太多，多余的会和草酸结合形成草酸钙，沉积在肾脏尿道里，增加肾结石、尿路结石的风险。另外，全脂牛奶喝太多，饱和脂肪摄入超标，反而会升高血脂，不利于血管健康。很多人天天喝大量牛奶，血脂不降反升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正确做法，健康成年人每天喝300到500毫升就足够了，也就是1到2盒普通包装的牛奶，最多不要超过700毫升。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期可以适当增加到每天500毫升左右，不用再多，多了也吸收不了，纯属浪费。误区2，吃药配牛奶，省事儿还补营养。很多中老年人常年吃药图省事儿，随手拿起牛奶就送服药物，觉得反正牛奶有营养，顺便送药一举两得。这个习惯非常危险，轻则让药白吃，重则损伤身体。错在哪里？牛奶里含有大量的钙、镁等矿物质离子，会和很多药物发生化学反应，形成不溶性的沉淀。吃抗生素时喝牛奶，药物会和钙离子结合，吸收率直接下降70%以上，等于药白吃了，还容易导致细菌耐药。吃补铁剂、补血药时喝牛奶，牛奶里的钙和磷会和铁结合，阻碍铁吸收，补了半天贫血没改善。吃降压药、强心药时喝牛奶，可能导致药物浓度波动，引发血压不稳、心慌不适，甚至很多常见的胃药、退烧药和牛奶同服都会影响药效，加重肠胃负担。正确做法，服药前后1到2小时内，不要喝牛奶，也不要吃任何奶制品。不管吃什么药，用温白开水送服都是最安全、最稳妥的。误区3，牛奶煮沸才放心，煮越久越杀菌。老一辈人喝牛奶，总觉得不煮开不卫生，一定要把牛奶煮得咕嘟冒泡，甚至煮10几分钟才关火。还有人喜欢煮牛奶的时候加糖、加鸡蛋一起煮，觉得更有营养。殊不知，这样煮出来的牛奶营养已经流失了大半，甚至还会产生有害物质。错在哪里？现在市售的正规牛奶，不管是常温奶还是巴氏奶，都已经经过了严格的工业杀菌，完全可以直接喝，不需要2次煮沸。长时间高温煮沸
会让牛奶里的蛋白质变性结块，维生素 B、维生素 C 等不耐热的营养大量流失。最可惜的是呢，牛奶里的乳铁蛋白、免疫球蛋白等活性营养，高温下会全部失活，等于白瞎了牛奶里最珍贵的营养。如果煮牛奶的时候加糖，高温下糖会和牛奶里的赖氨酸发生美拉德反应，生成糖基化中产物，这种物质会加速血管老化，对糖尿病人、心脑血管不好的人危害更大。正确做法：牛奶不用煮沸，想喝热的，把牛奶带包装放进温水里泡5到10分钟，温到40到50摄氏度，入口不烫嘴就刚好，营养保留最完整。如果是未经杀菌的生牛乳，那必须煮沸杀菌，但煮开后马上关火就行，不要久煮。误区4：乳糖不耐受，硬扛，多喝就能练出来。很多人一喝牛奶就腹胀、放屁、拉肚子，觉得是自己肠胃弱，硬着头皮天天喝，想把肠胃锻炼出来，结果越喝越难受，肠道反而越喝越差。错在哪里？乳糖不耐受的根源是体内缺少乳糖酶，没法分解牛奶里的乳糖，没被分解的乳糖进到大肠里，被细菌发酵，产生大量气体和酸性物质，就会腹胀、腹泻、肚子痛，这是基因决定的。靠多喝根本练不出乳糖酶，反而会反复刺激肠道，破坏肠道菌群屏障，导致肠道功能紊乱，严重的还会引发慢性肠炎、营养吸收障碍。正确做法：乳糖不耐受的人完全不用硬扛，也不用放弃牛奶，首选无乳糖牛奶。厂家已经提前用乳糖酶把乳糖分解了，营养和普通牛奶一模一样，喝了不会不舒服。或者少量多次喝，一次喝50到100毫升，一天分3到4次喝，搭配面包、馒头等主食一起喝，也能大幅减轻不适。千万不要空腹大口喝牛奶，会加重乳糖不耐受的症状。走进超市，牛奶货架琳琅满目，纯牛奶、高钙奶、早餐奶、脱脂奶、鲜牛奶，价格差了好几倍，包装一个比一个花哨。很多人觉得贵的就是好的，其实很多都是商家的营销噱头，花了冤枉钱，还没买到实在的营养。纯牛奶和早餐奶、调制乳相比，别被早餐2个字忽悠了。很多人专门买早餐奶，觉得早餐奶就是为早餐设计的，营养更全面，这是最常见的消费误区。核心区别：纯牛奶配料表只有一样东西，生牛乳，没有任何添加。国家标准要求蛋白质每100毫升不低于 3.2 克，钙每100毫升低于100毫克，营养纯粹，实打实的牛奶。早餐奶、核桃奶、红枣奶、麦香奶都属于调制乳。配料表第一位是生牛乳，但后面跟着水、白砂糖、食用香精、食品添加剂，有的还加了少量谷物粉、坚果粉。这类牛奶的蛋白质含量通常只有每100毫升 2.3 克左右，比纯牛奶低了近 30%， 钙含量也更低，反而多了不少添加糖和香精。说白了，就是加了糖的西式牛奶，喝着香，营养打了折。选购建议：不管早上喝还是晚上喝，首选纯牛奶，营养最实在，性价比最高。如果喜欢带点味道，不如买纯牛奶回家，自己加1勺燕麦，几颗红枣，比买调制乳健康得多，糖也能自己控制。全脂牛奶和脱脂牛奶相比，脱脂未必更健康。减肥的人、血脂高的人大多会直奔脱脂牛奶，觉得脂肪越少越健康，但实际上脱脂牛奶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好。核心区别：全脂牛奶脂肪含量 3.2% 到 3.8%， 一杯250毫升的全脂牛奶脂肪大概8克左右，相当于小半勺食用油。它的口感香浓，饱腹感强，保留了全部的脂溶性维生素，还有共轭亚油酸、神经鞘磷脂等有益成分。脱脂牛奶脂肪含量不超过 0.5%， 热量确实低了，但口感寡淡，饱腹感差，而且脱脂的时候维生素 A、D 等脂溶性营养会跟着一起流失，牛奶里的天然香气也没了。很多厂家会额外加香精来弥补口感。很多人喝脱脂奶减肥，结果因为饱腹感差，很快就饿了，忍不住吃更多零食，反而越减越胖。选购建议：健康成年人、儿童青少年、
老年人首选全脂纯牛奶，营养最全，口感最好，那点脂肪完全不会影响健康。严重高血脂、肥胖症、胰腺炎等需要严格控制的人群，再选脱脂或低脂牛奶。普通人没必要多花钱买脱脂的。巴氏奶也就是鲜牛奶和常温奶相比，营养差不了多少。很多人觉得冷藏的巴氏奶比常温奶营养好，哪怕贵1倍也愿意买，觉得鲜的就是有营养。其实两者的营养差距远没有价格差距大。核心区别，巴氏奶用60到80摄氏度低温杀菌，保留了更多的活性物质和天然口感，喝起来更鲜，但杀菌不彻底，必须全程冷藏，保质期只有3到7天，放久了容易变质。常温奶用135到140摄氏度超高温瞬时灭菌，只加热几秒钟，杀菌彻底。配合无菌包装，常温下能放6到12个月，方便储存和携带。高温确实会损失少量维生素和活性物质，但牛奶最核心的营养、蛋白质、钙、脂肪几乎一点没少。损失的那点维生素，吃一口青菜、一口水果就补回来了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很多人担心常温奶有防腐剂，其实完全没有，就是靠高温杀菌和无菌包装实现长期保存，比巴氏奶的卫生标准还高。选购建议：家里人多，天天喝，冰箱方便储存，追求新鲜口感，选巴氏奶没问题。上班族、出差旅行，家里喝得慢或者不方便冷藏，选常温纯牛奶就足够。营养差不了多少，性价比高很多，不用为了鲜字多花冤枉钱。高钙奶和普通纯牛奶相比，补钙不用买高钙，高钙奶比普通牛奶贵不少，很多人专门买给老人孩子，觉得补钙效果更好，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营销噱头。核心区别，普通纯牛奶本身的钙含量就有每100毫升100到120毫克，而且是天然乳钙，吸收率高达30%以上，是人体最好的钙来源。高钙奶是在牛奶里额外添加了碳酸钙或乳酸钙，钙含量能到每100毫升120到150毫克，看起来数值高，但添加的化学钙吸收率只有10%到15%，真正能被身体吸收的钙没比普通牛奶多多少，而且额外加钙会破坏牛奶的蛋白质稳定性，口感也会变差，喝起来发涩有水感。说白了，多花几块钱买高钙奶，实际多补的钙微乎其微，性价比极低。选购建议：普通人喝普通纯牛奶就足够补钙了。真的想多补钙，多喝半杯牛奶比买高钙奶划算得多。如果是骨质疏松的老年人，优先选添加了维生素 D 的纯牛奶，维生素 D 能帮着钙吸收，比单纯加钙的高钙奶有用得多。关于喝牛奶的时间，说法五花八门，有人说早上喝吸收好，有人说晚上喝助眠，还有人说空腹不能喝，饭后不能喝。到底什么时候喝才最好？今天一次性说清楚，破除迷思一：空腹不能喝牛奶，会伤胃，这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，很多人坚信不疑，但实际上这个说法只对了一半。科学解释，对于健康人来说，空腹喝牛奶完全没问题，胃里的胃酸浓度很高，不会因为一杯牛奶就被稀释到影响消化的程度。牛奶里的蛋白质会在胃里被胃蛋白酶初步消化，然后进入肠道慢慢吸收，根本不存在伤胃、稀释胃液的说法。之所以有人空腹喝牛奶会拉肚子，不是因为空腹，是因为乳糖不耐受。这类人不管空腹还是饭后喝，只要喝牛奶就会不舒服，只是空腹时牛奶在肠道走得快，症状更明显而已。和空不空腹没有关系。结论：健康人空腹喝牛奶完全没问题，不用有心理负担。乳糖不耐受的人别空腹大口喝，搭配主食，少量多次喝就好。破除迷思二：晚上喝牛奶助眠，睡前必须喝。睡前一杯奶，助眠又补钙，是很多人的养生习惯。但牛奶的助眠效果其实被严重夸大了。科学解释：牛奶里确实有色氨酸，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原料，理论上能帮助调节睡眠。但一杯250毫升牛奶里的色氨酸含量非常低，还不如一口鸡蛋。
一勺坚果里的多。想要达到助眠的药理效果，得喝好几升牛奶才行，根本不现实。很多人觉得喝了牛奶睡得好，更多是温牛奶带来的放松感，加上心理暗示的作用，不是牛奶本身的功效。而且睡前喝太多牛奶还会增加夜间起夜的次数，反而打断睡眠，容易水肿的人，睡前喝牛奶还会加重第二天的面部、下肢水肿。结论：别指望喝牛奶治失眠。如果喜欢睡前喝，就在睡前1小时喝150到200毫升温牛奶，别喝太多，小口慢饮，既能放松身心，也不会影响睡眠和起夜。破除迷思3：饭后喝牛奶会发胖，影响消化。有人觉得饭后喝牛奶会额外加热量，加重肠胃负担，让人发胖。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。科学解释，饭后喝牛奶不仅不会影响消化，对于胃酸过多、容易反酸烧心的人，牛奶里的蛋白质和钙还能中和一部分胃酸，反而能缓解不适。而且饭后喝一杯牛奶，能明显延长饱腹感，减少饭后吃零食、吃甜点的欲望，反而有助于控制总热量，不容易发胖。至于长胖，核心是一天的总热量有没有超标。总热量不超标，饭后喝牛奶也不会胖；总热量超标，哪怕早上空腹喝也会长肉。最终总结，牛奶没有所谓的最佳饮用时间，不用纠结早上喝还是晚上喝，只要你喝了舒服，没有不适，什么时候喝都可以。给大家几个不同场景的饮用建议，可以按需选择。早餐时喝，搭配鸡蛋、主食和蔬菜，一顿早餐的营养就拉满了，一上午都有精神，适合绝大多数人。两餐之间当加餐，上午10点，下午3点喝一杯，缓解饥饿，避免正餐暴饮暴食，适合减肥、控糖人群。运动后半小时喝，快速补充蛋白质和水分，帮助肌肉恢复，适合健身、运动量大的人。睡前1小时喝少量温牛奶，舒缓情绪，适合睡眠浅、容易焦虑的人。量控制在200毫升以内。今天关于牛奶的知识就分享到这里，是不是解开了你很多年的疑惑？牛奶是个好东西，但只有喝对、选对才能真正养身体。要是踩了误区，不仅白花钱，还可能给健康添乱。如果觉得这篇文章实用，别忘了把我们的公众号设为星标，每天早上准时推送靠谱的健康养生干货，都是老百姓听得懂用得上的实在知识，再也不怕被养生谣言忽悠。设置星标很简单，点击文章顶部的蓝色公众号名称，再点右上角的3个小点，选择设为星标就可以了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天的健康科普了。天天吃鸡蛋和从不吃鸡蛋的人，差距到底有多大？医生，这3种吃法最伤血管，很多人天天吃，喝豆浆和喝牛奶的人，体质差别居然这么大。提醒这4类人别乱喝，喝错反伤身。中老年人补钙的3大误区，踩一个都白补。骨科医生正确补钙其实很简单，晚上总失眠睡不好，睡前做好这2件小事儿，不用吃药也能一觉睡到大天亮。觉得有用的话，别忘了点个赞和再看，转给身边爱喝牛奶的家人朋友，大家一起喝对牛奶，养出好身体。